欢迎回到 Associat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读牌的主题是你的哪一方面最吸引人？然后我们会分2个部分来讲解。第一个部分是当认识你的人还跟你不是很熟的时候，你吸引他们的特质在哪里？第二个部分是当他们认识了你，然后比较熟悉了之后，那这些你吸引他们的特质又在哪里？那一样，我们可以自行暂停影片，用你们喜欢的方式冥想以及静心。当你觉得心平静了，脑袋净空了，慢慢想着这个问题，睁开眼睛，面前哪一副牌组或者是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那就有要给予你的讯息。如果有2副牌组或2颗水晶都很吸引你，那表示这2副牌组里面都有要给你的讯息。好，选好牌了吗？那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紫水晶，我把它放这边。那我们第一张塔罗牌代表的是，当人们还跟你不熟悉的时候，你吸引他们的特质在哪里？这是第一张牌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那另外也帮你们抽了3张神谕卡，代表在人们还跟你不熟的时候，你的吸引人之处在哪里？好，选择第一副牌组的人，这边这4张看的是当人还不是其他人还跟你不熟的时候，你吸引他们的地方在哪里？首先我先讲一下星座特质，这边有很强烈的风象，宝剑国王跟这张蝴蝶都是风象的能量，双子、水瓶跟天平。这张 rabbit 兔子是土象的能量，然后再加上这个 passion 热情激情，让我也有联想到火象，以及这个兔子这张牌的底部呢是橘红色，这张蝴蝶上面也有橘红色的斑点。所以呢，你们这一组人，第一个有很强的风象能量，第二个有土象在你们的星盘里，第三个有一些朋友也有火象、射手、狮子以及牡羊在你的星盘里面。那你吸引人们的第一个特点，我觉得是很优雅，你们有一种动感。首先你们可能很会跳舞，但是这个跳舞你就算不跳舞，你的动作也是有一种很 graceful 很优雅的一种律动感，自然而然的一种，可能你有天平在你的星盘里，因为11号也让我想到正义牌，正义牌是天秤座的能量，所以你有一种天生的优雅气质，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就算因为一开始人不认识你，所以可能不知道你有这个跳舞的天分，但是你会跳舞的天分，这种律动上的优雅，很对tempo 韵律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才华，这个部分会让不认识你的人第一眼就看得见。然后这2张牌都有很强烈的绿色跟紫色系，所以我要先讲你们这组人是很有直觉力的，然后你们又选到紫水晶，所以你们的直觉很强。因为这张宝剑国王肩膀上有一只乌鸦，乌鸦代表了智慧以及第3眼，很开阔的意思。所以你们常常会接收到宇宙给你的讯息，或者是说你的指导灵跟你的天使给你的讯息。那当你可能从事的工作也是属于因为直觉告诉你，让你有热情去做的事，而你才会去做。而通常你因为倾听直觉去做的事情都会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直觉强，而不是只用，你们也很有理性，但是你们也很懂得倾听你的直觉。然后当你倾听直觉去做让你有热情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轮就会打开，所以就会散发这一片绿色的 aura 的光环，让不认识你的人看到你的热情。你的美丽就在你做一些让你觉得可以进入心流的事，让你很有热情从事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散发一种光芒跟魅力，让不认识的人看见你。然后呢，如果他们跟你谈话，有机会跟你谈话，就会发现
你是一个，你看起来好像很优雅、很浪漫，但是你又是一开口很有逻辑，非常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且讲出来的东西都言之有物的一个人，逻辑性很强。所以他们会觉得你有点反差，因为这边2张动物牌都是属于一个可爱，然后容易受到伤害、脆弱的小动物。小兔子跟蝴蝶都是很脆弱、很容易受伤。然后兔子又是一个被狩猎的动物，所以你们可能外表看起来娇小可爱，然后就算你不娇小，你也是有一种可爱的气质，让人家想保护你的气质，或者是你讲起话来，你的动态让人感觉很好亲近，很卡哇伊。又因为这2张蝴蝶又对应到了这张激情，让我有一种你们就是翩翩飞舞，然后很有韵律感，然后动起来走起路来很优雅，你在一个空间里面很容易就抓住别人的注视，然后你们也会有一种正义感，就是你们讲话一开口讲话，虽然外表很可爱很温柔的样子，但是一讲起话来会让人家敬畏3分的那种感觉。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问你一些意见，你的意见讲出来都很有用，很有帮助，让他们受益良多，因为你讲出来的意见都是你也是等于是接收宇宙的讯息得知的可以帮助别人的意见，你才会讲出来。所以通常如果你们去舞池，就是如果你们去开 party， 你们去 club， 或者是你单纯只是去上跳舞课的时候，那种你进入心流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然后吸引人的。然后在一般生活来讲，跟你不熟的人看到你会觉得你有一个你讲话可能容易速度很快，你跟不熟的人可能还不会太快，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或者是你在讲你有兴趣的事情，或在给人意见的时候，你讲话速度很快，然后你会怎么说，你在给人意见的时候，你会非常注重，你会很在乎意外这件事情，你会很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意外或危险的发生，所以你在谈话的细节里可能会常常谈到说叫别人要小心啊，不要受伤啊，或这个东西不要放这边啊，或者说你等什么时候要去哪里，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班机会不会因为水逆然后误点啊或怎样，就是你会谈话里会特别注重，因为你是一个算蛮小心翼翼的人，因为你是兔子，你会很注重自己的安危，你会很怕受到伤害，所以你的动作也很快。你可能一下在 A 点，然后别人一个不注意你就跑到 B 点，你就不见，或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动作速度很快，你不会待在同一个点太久，让人家容易找到你。然后呢，第二个是 Rabbit， 是他们说兔子有那个生育的一个象征，所以你看起来不管是男生女生，我刚刚有讲嘛，你可能很可爱，然后很优雅，那有的人很美，那如果你是男生就是一样，你可能有一种也是可爱的气质，让人容易亲近的气质。然后我要讲的就是会让人想要跟你进一步交往的气质，想要跟你制造下一代的那种气质，就是你会有一种吸引人想要靠近你，然后想要跟你 you know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会想象，人们会去想象说如果跟你一起制造 baby 会是什么感觉，因为你们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吸引人，就是你们的身材也会可能很吸引人。然后 butterfly 蝴蝶，我也感觉你们很喜欢颜色，你们可能会常常你们的衣着会很多的色彩，不一定只有黑跟白，你们会尝试不同的颜色，根据你们当时的心情，所以你们的衣着也很容易引人注目。那你们的衣着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很 fashionable， 你们可能很 stylish， 你们的造型很特别，很有时尚感。然后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是喜欢穿有飘逸感的衣服，因为这个蝴蝶让我想到说，当你们在舞动，你们只是在走路啊，或者是在一个空间，在办公室做事啊，你可能会喜欢那种雪纺比较软的那种质料的衣服，让你有一种翩翩起舞的那种感觉，像这张牌也是。
你们喜欢那种飘逸的、翩翩起舞的、有点仙女的气质的感觉。然后这个男生也是有一个袍子跟披风类的衣服，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你们都喜欢那种可能长摆啦、长裙啦，或者是风衣啊。然后如果是喜欢短裙也 OK， 但是短裙也是要有一种飘逸，那种很可爱的那种飘逸感。然后衬衫是雪纺的、软的、丝的、薄的、轻薄的那种感觉的服装。那蝴蝶是代表不停的transform， 不停的转变，不停的蜕变。所以你们可能跟你不熟的人，如果你们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你可能会常常看到你，但不认识你的人会觉得，你每天怎么穿着都不一样。今天看到你跟明天看到你的整个感觉又都不一样。或这个月跟下个月看到你，你怎么头发变这么多，或者是说你讲话的语气怎么又变了或之类的。因为你们有风象的特质，所以有些人可能有双子座的特质，那就会有一种多变的气质。不过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你们会像我刚刚有讲，你们会很在乎在谈话的过程，很在乎意外跟危险的话题，所以不认识你的人会觉得说你很贴心，很照顾别人，很懂得帮别人居安思危。但是可能熟了以后，你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就是会有点太倾向负面思考，很多事都会先往负面的去想，而制造出一种紧张感。那有的时候跟你熟的人就会觉得说，可能没有必要这么的时时刻刻的这么小心翼翼或紧张。好，那这就是我帮你们看到，当人们还不太认识你的时候，被你吸引的你的特质是哪一些。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当大家认识你之后，你吸引他们的特质又是哪些。好，这边是代表当人们跟你熟悉之后，你吸引他们的特质是什么。非常神奇的是，你又抽到了宝剑国王宝剑国王再度出现，所以代表说在思考逻辑上面，这个是非常一致的。在人们不认识你跟在人们认识你的时候，你的这个特质是非常的一致性，没有说刚认识你觉得说你好像很有深度，但其实你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认识你之后就发现说你讲的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接下来你可能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或者说其实你的逻辑可能只能表现在刚开始谈话的前10分钟之类的，这只是举例啦。所以你这个人是一个是在这些牌卡，我先总结你的一个特质：言之有物，有知识，思考逻辑强，非常聪明。所以在认识你之后，他们会发现你更深度的聪明跟知识在哪。You have so much to tell, you have so much to deliver. 你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分析可以分享给别人，可以给别人启发，或者是跟别人谈话的过程会互相交流，有非常深刻的交流。这是一个人们在认识你之前跟认识你之后都非常欣赏你的一个特质，而希望能够一直跟你有接触跟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而且这个正义感一直是我从这2张牌看到的。你们是非常站稳自己的脚步，你们的观点跟论点，你们虽然也可以接受别人的论点，但是你绝对不容许别人去无意义的或者是没有道理的去批判你的观点。只要人们他们的道理让你觉得合理的话，你绝对是可以接受他们的观点。所以你不是那种只是 close-minded， 就是你只坚持己见，你不是坚持己见，但是你非常知道你在讲什么，你非常知道你的知识，你形成这个知识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不只是在读知识，你还是在跟宇宙沟通才知道的一些真理。你们寻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一些人类目前发现的所谓的知识，或很多人只是 Google 就自以为很有知识，你们不是那种人。好，然后第2张很美妙的是水象的星座能量出现了，双鱼、巨蟹以及天蝎，你们可能也有水象星座在你们的星盘里。这个是我觉得很美妙，是因为是在人们跟你熟了之后，才能从你的
宝剑国王哦，我要讲的是因为你们是国王，所以你们很成熟，你们的心智非常的成熟，所以你们是那种智性恋，就是在恋爱上你们非常需要精神跟思想的交流，你们不能只是看说对方是不是帅或美，或者是对方是不是可以跟你去游山玩水之类的，你非常需要他们跟你一样有智力上的同样的等级，你才能感受到被他们吸引。对，好，所以思想上你们是国王，非常的成熟，智商很高，情商就要看这个情商要看状况。我觉得好，你们抽到了圣杯1号，这是一个，我先讲，你们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而这个部分真的是要在认识你之后的人才有荣幸看到你的这一面，因为你是一个很愿意付出情感的一个人，你们是表面很冷静理智，但是你们的这个理智的表面下是一个澎湃火热的心，你们随时都准备好要把你的圣杯拿出来奉献给别人，你们的情感之水是源源不绝的，还可以去滋养海洋的这么多的情感，所以你们是很容易看电影看任何艺术创作会感动会哭泣的人，所以也可以说你们是一个很敏感，你们有的人可能是高敏感族群，所以当你在跟人接触，当你信任他们，愿意让他们进入你的世界，你就是用这个圣杯之水在对待他们，你永远是真心相待，跟别人真心相待，但是要过你这一关，你们就是让你们愿意真心相待之前，你们会用这把宝剑国王的剑去筛选谁可以通过这个宝剑国王这一关看到你的圣杯1，所以你们也是很喜欢，你们很需要浪漫爱情在生活里，你们很需要情感关心的存在去滋养你们的日常生活。你们可能不一定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可能不是需要谈恋爱，但是就是 dating 啊，跟别人有浪漫的暧昧啊什么的，都可以让你有一种给生活添加调味剂的感觉。那某一些人是真的需要有情感上的稳定爱情的交往，才会让你感受到人生的丰富。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某人当你的另一半，你绝对是 always 这个圣杯端给他，你会情绪上的照顾他们，也会这样子情绪上照顾朋友，你们是会非常懂得照顾身边的人，你在乎的人的情绪，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你又可以给很良好有帮助的意见，然后又懂得倾听，给他们情绪上的安抚，所以你们是一个这就是你们最重要吸引别人的一个非常好的特质。但是当然啦，这张也是可以，我有看到说，当你们情绪不好，受到伤害，你们也是这种汹涌澎湃，就是你们的海洋会变得惊涛骇浪，会有风暴，所以你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也是很难被安抚，你们的反应会比较大，你们会比较需要另一半的，你们很需要另一半的安抚，跟他们对你情绪上的照顾。当然这很公平，因为你既然可以给别人这样的照顾，你也会期待别人这样子的照顾你，这样，所以你们比较需要找到一个情商，因为你们是圣杯1，所以你们是有一种小 baby 的感觉，就是敢爱敢恨，我付出了，然后你就期待同等的回馈，那你就是你们这一组的朋友需要一个情商很高的另一半，心智上跟情绪上很成熟的另一半，可以去包容你，可以去感恩你对他情感的付出，以及包容你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这种比较澎湃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要懂得怎么去安抚你，知道这只是你的一个阶段，并没有什么太大太严重的伤害，这样子他们要能够了解你这一块。你们就是一个情感丰沛的小可爱，但是又同时是一个
女祭司或者是祭司，可以给别人很深的智慧跟意见的一个人。好，我现在这边就要来讲 education 教育，这一章是 Star Family You're part of team of souls called in support。 这2章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我刚刚有讲嘛，你们是一个很有直觉力的人，你们跟我要讲可能某部分的朋友是星际种子，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你们会是高敏感族群、内向族群，有的朋友是内向者，那你们很容易不能说很容易，你们很挑进入你们生命的人，所以因为你们很懂得，因为你们不是那种喜欢交很多朋友，你们是交只要几个很能够都是真心交谈的朋友，所以在你们这样很谨慎的交朋友的筛选之下，你们很容易可以找到你的灵魂家人，因为能够跟你持续相处，然后你也愿意让他们跟你进一步交往的，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代表你们有互相镜面效应的特质，互相理解对方，然后可以谈得来，互相了解对方，包容对方。那这种通常是灵魂家族的人才能长久的跟你相处下去。所以你也可以，因为你的特质，你很真诚，你很真实，你的真实就容易吸引到真实的人。那喜欢真实的人就会嗅到你的存在，你们就会互相找到对方，所以你会找到你的星际家人。然后你的这个星际种子的特质，你的很容易接收、聆听直觉、接收宇宙信息的特质，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去引导别人、教导别人。education 是教育的意思，所以我刚刚有讲嘛，你的这个不管是认识你之前跟认识你之后很一致的特质，就是你有智慧，你可以倾听，你又有很多的downloads， 就是宇宙给你的一些智慧的讯息，你都可以去传授给别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成为这个指导者、引领者，别人会很自然而然的想要来问你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你讲给他们的答案绝对是有帮助的。那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做瑜伽的瑜伽导师或光之工作者，这边看到你们选择1号牌组，有的人是光之工作者，有的人是就是比较关键的就是真的是从事瑜伽类的舞蹈类的行业。那你们应该也是有一些刺青在身上，选择这号牌组的人，那这都是你们吸引人的特质，这种优雅。然后我这边又要讲这2张真的很对应 Surrender to receive 臣服来接收礼物，2号牌。好，2号牌刚刚有出现这个 passion 11号加起来是2。你们这部分的人可能常常看到1111，然后或者是222天使数字，然后再来是2号，可能是选择1号牌组你们的生命灵数，或者是某月的2号生。那2号也对应到双鱼座的能量，因为这张牌让我有感觉到双鱼座的能量，以及水瓶座的能量这边有出现。水瓶座，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一个很懂得运用你的阴性能量的一群人，所以因为你们懂得运用阴性能量，你们愿意去，所以阳性能量就是一直不停的向前去狩猎、去寻找、去 fight for what you want， 去为了你想要的东西战斗。但是你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你们相信宇宙会带给你们需要的东西，就算现在拿不到没关系，你就静静的在河流上漂流等待，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拿到。那这张牌 Altar 牌就是海獭吗？他们是一个非常 flexible 有弹性，很懂得就算闭着眼睛也可以在河流里游泳生存的一个小动物。然后你们就算有不顺的时候，你们虽然是流着眼泪，但是你们还是用一种臣服的心态去面对不顺，
然后慢慢的等待，因为你们知道接下来就会顺流，就会变得很多很多的好事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们不会去强求。那这就是你们其中一个认识你们之后人家才看得到的一个吸引人的部分，是这种阴性女性能量的特质，让别人觉得你很温柔，很懂得在适时的时候放下放手，不争不抢。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一种双鱼座的特质，那种很软很水，水会根据任何的容器形状去变换的一个能量场。那这2张都在讲柔软的感觉，你们就是有一种给人家肢体上很柔软，不管你们是不是真的柔软，但是你们的动态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一种很柔软的感觉。那这边呢，这一张 Inner Truth 猫头鹰7号，某个月的7号生的人7月生的人，巨蟹的能量或者是狮子的能量，然后生命灵数7可能会选到这一组。你们有连续2个智慧动物都出现在你们这个牌组里面很妙的我要讲这个宝剑国王身上有个乌鸦，对不对？乌鸦是智慧跟灵感的象征，那猫头鹰也是智慧的象征，然后再加上我刚刚又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们是蝴蝶，这张 Passion 上面也有蝴蝶，是不是很神奇？所以你们是一个很美妙，像精灵般飞舞，到处飞舞。有的人以为，因为这2张是别人不认识你的时候，所以别人不认识你的时候会以为你是花蝴蝶，有一点点这个能量，就是你的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喜欢社交，很喜欢出去 party， 因为穿得很有怎么说，很吸引人的注目，很会穿，但是其实你们不是。你们看起来像花蝴蝶，但是你们不是，你们是一个女祭司情感丰富的女祭司。 Inner True 内心的真实又再度强调，你们只要一开口讲的就是真实，你们一生追求的就是真实，真实的做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不接受任何虚假的事物，然后真实面对自己的错误。那当有人在你面前要跟你 BS， 就是讲一些 bullshit 废话或者是谎话的时候，你们都看得很清楚，你们也不会接受这种人，你们也不会去听，你们可以直接戳破他们。那你为什么是吸引人？因为来接触你认识你之后，会发现你的这个只讲真话的一个个性，你们真的只讲真话。那愿意待下来的就是你的灵魂家族，你的星际家人，因为他们就是欣赏你这个只讲真话的个性。我这边要强调，只讲真话不代表会没礼貌，你们绝对不是那种其实讲话很粗鲁没礼貌，不顾别人的感受，然后把它包装成我只是讲真话。不是这不是我的意思。讲真话是说你们还是可以用一个很有礼貌尊重别人的感受的态度，但是你们绝对不说谎，你们不会去包装，你们不会惺惺作态。所以当你们讲出这些真实的时候呢，他们会更容易能够消化，然后去倾听，去接受你的这个真实的意见，好吗？这就是这2个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雪亮的猫头鹰的眼睛，他们可以在黑暗看得很清楚，有没有？所以你们就是一个在混沌，因为你们的很有智慧嘛，很聪明又很有智慧，你们在一片黑暗，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是那个唯一眼睛雪亮，可以看见事情的问题出在哪里，症结点在哪里，然后在 chaos 在混乱的状态下，你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那个人。我想补充一下，这副牌组的人，你们吸引人的地方，如果用外貌来讲，我刚刚有说女生可能就是比较娇小嘛，娇小可爱，男生也有可能是娇小可爱型的，但是我这边也有看到，就是可能身材大概175以上180左右的男孩子可能是这样的身材，然后你们可能是深色或褐色头发，黑色或褐色头发，有自然卷，不管男女。然后有一些如果是男生可能会蓄胡，然后会蛮精壮的身材，有肌肉的，
算是宽的，不是那种很细的那种身形，很有底气的感觉。你们这一组，那女生也是应该是会有肌肉线条，因为如果你们喜欢律动，然后反正这一组不是太瘦的感觉，很精实，是一个很精实的身材。那男生可能会头发是短至中长，那女生就是有长有短，通常是以长发为主或中长发为主。好，然后接下来宇宙给了你们3张建议，我们用这3张神谕卡来帮你们做结尾。第一张是16号的 Find Wisdom in Challenges。 我是觉得你们已经很有智慧了啦，但是你们的智慧就是来自于你们这一生不停遇到的挑战，就是这些挑战让你们活到现在，累积了这么多的智慧，还可以帮助到别人，不但让自己成长，还能帮助到别人。你们这一组人，这张是说从挑战里面寻找智慧，有一种16年修炼的感觉。你们是心中有个小太阳，所以我另外感觉到你们这组人的命运并不是说超级顺遂的那种，当然大家的命运都一样，就是都会有挫折呀什么的，但是这组人你们可能特别有一种需要攀山越岭，因为你看这个很神奇的这个山岳跟这个紫水晶是不是很像，所以你们这一组人的成长过程并不是说可能有一点多舛，可能会需要比较大的精力去翻山越岭，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去从伤心难过去成长。那这一些体验，虽然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可能快走不过来了，但是你们内心的小太阳一直都是在燃烧，然后你们都很努力的，就算在最悲伤最困难的时候，闭上眼睛去倾听直觉，去倾听，去接受宇宙的安排，让你的太阳持续发光，然后带你战胜这些挑战。那每一次一战胜，每次一翻越一个山岭，你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智慧，你就多了一颗星星在你的精神领域里面，好吗？16生命灵数7又出现了，某个月的16号生的人，或者是16岁，在你们人生里面是一个关键的岁数。这张24号 Water the seeds of your intentions. Nurture your what? Nurture your ideas. 好，我觉得你们24号牌，某个月24号生的人，某个月6号生的人，或生命灵数6的人是关键。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现在是24岁上下。这张宇宙鼓励你们可能心中常常会有很多很奇妙的点子跟想法，但是都没有真的去执行。因为你们可能会有一种，你们很聪明嘛，所以你们只要出现的点子应该都是很有会卖，是一个大卖点，或是可以成功。但是你们可能因为想太多，思考速度又太快，常常就来不及去真的落实它。那这个牌卡是说，你如果真的有了点子，你要去浇水，你要怎么说？你如果想做一件事情，你要去滋养你的这个点子，你要浇水灌溉这个点子，并且把你的 intention， 你的这个目的性，要让它成长，要让它壮大。你不能就是只是想到，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管了。这个女生她一直不停的有一个新的点子，那你要把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去，好，假设你如果想要学塔罗，那你就要开始，你不能只是想说，哦，这个点子不错哟，但是你要开始去做，你要开始去接触塔罗，在网站上接触塔罗，然后甚至是去可能报名课程，然后让这个点子成长变成一个真正的实际的东西，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去执行它。OK， 第3张3号牌，30岁上下的朋友，
生命灵数3的人，某月30号生的人可能会抽到这一组。30岁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岁数，就是你在30岁那年可能会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We're all just trying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 他是说我们都只是想试着去回到我们来的地方。这张是非常 Starseed， 这张非常的星际种子的一个能量牌卡。那我把这张拿起来。你们如果我觉得大部分选到1号的真的是星际种子，因为这张是说你们其实有一种从小到大都有一种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感觉。你不属于你的家庭，你不属于你的国家，你不属于你的学校，甚至你的国家。那你到了别国，你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国家，因为可能这整个地球就是不适合你，你就觉得你不属于这个地球。所以这张是说你很想要找到那个你真正来源的起源，可能是另外一个星球，另外一个 dimension， 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你想要回到那个地方，你一直不停的一生都在寻找。那这张卡其实是说你不是 you're not alone， 因为你看这张有多么的相似，有这么多的galaxy 的形态，那这边是灵魂，他们被放射出来。这2张在告诉你 you're not alone， 你有很多的星际家人都跟你一样被放射到地球，投胎到地球上去体会这个世界，有任务要去执行，要去帮助别人，用你学来的智慧帮助别人。那你呢，有点耐心，因为你绝对会用你的光芒去吸引到跟你同样重视真实的灵魂、家族、家人，好吗？那这些就是你吸引人的特质啦。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有帮助到大家，然后有为大家解惑。那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他们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你们所有人的按赞跟订阅都会帮助这支影片传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那也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跟帮助。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那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的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的选牌的一些运势读牌，也欢迎大家在我的 Instagram 上留言，看接下来你们想听哪一样主题的塔罗读牌好吗？非常谢谢你们，也希望在 IG 上也看到你们的留言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好，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绿萤石，放这边。然后呢，首先第一张代表你们吸引人的地方的塔罗牌是这一张 The Sun 太阳牌。我们现在会从这张塔罗以及这3张神谕卡来看，当人们还不是很认识你的时候，你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应该说是你的哪些特质吸引了他们？从这4张牌来看，首先我们有狮子座的能量出现，所以你们可能有狮子座在你们的星盘里，有可能是上升狮子。然后19号是一个关键数字，你们可能是某月19号生，或者是生命灵数10，或者说1，以及呢，你们也有土象跟水象的能量在你们星盘里，因为 elk 麋鹿是土象的能量， turtle 这个是海龟，乌龟是水象的能量，土象就是金牛、摩羯、处女，然后水象就是双鱼、巨蟹以及天蝎。我这边它虽然没有出现，但是我有感受到一些射手座跟射手座的能量。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射手座在你的星盘。好，首先我第一个感觉到我先讲一下这边的 Depart 启程，这张牌叫启程5号。5呢，生命灵数5可能会选到这一组，或者是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从事某个行业5年，然后我有想到第5宫，第5宫是表演，
表演光鲜亮丽有关。5是代表一个改变的数字，所以我首先读到的第一个讯息是，有一部分选择2号牌组的人，你们可能是一个表演者，你们可能是表演艺术家，你们可能参加剧团、参加舞团，所以你们需要有的甚至是国剧演员，可能很少数吧。然后或者是你们很喜欢国剧，就是跟戏剧有关的。然后因为你们是表演工作者，所以你们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到各处去旅行，跟着剧团到不同的国家去做表演，去做交流。这是我读到的第一个讯息。因为5宫然后狮子座都是代表表演创意的能量。好，那第二个讯息就是，你如果不是表演者，那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会很多的东西，你是一个常常让人惊艳的人。我们现在是人家不认识你的时候，所以一般来讲，在大家跟你还不熟的时候，是首先看到你待人处事的样貌态度是一种阳光的，一种外放式的、开朗的、天真的，你不怕展现内在孩童的，你是用不怕展现内在孩童的方式跟别人，就算是不熟的人，你也可以这样跟他们相处，无忧无虑，开心。你是别人的太阳，你会带给他们欢笑，别人一碰到你就会觉得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然后这边每次这张太阳牌出现，我都会说，这个太阳花会让我联想到舞台灯光，所以你们绝对是一个，就算你们不是演艺工作者，不是艺术家，你们也有一种外放的光芒，一种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人注目的魅力。你们可能是本身就很美很帅，或者是你们有一种，你们整体身材高挑，或者是身材很有曲线，你们就是外在以及散发的气质非常的鲜明，会吸引人家的注意。你就像一道光，就像一个明星走过这个空间，没有人没办法，所有人都一定会看得到你的意思。然后你们可能会有浅色系的头发，就算你本身是深色头发，有的人可能真的本身就是比较属于褐色系的头发，那有的人就是喜欢染成浅色系、亚麻色系的那种头发，就是那种阳光洒下来，会看到你的发色像小麦一样的那种反光的那种健康的光泽，或者是你们有比较黝黑的肤色，因为喜欢晒太阳，或者是你们的表演工作，或者是其他的行业的工作会让你们晒到太阳。有些人可能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如果你皮肤很白皙，你可能会把头发染成红色。因为我们在欧美人士里面，红发人他们天生肤色就是很白，皮肤的那个厚度很薄，几乎会看到血管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当然我的听众就是来观看的朋友应该都是就是亚洲人嘛，亚洲人居多。那你们可能就是本身肤色会比较白皙的话，你们可能会偏向染红色系、紫红色系、玫红色系的头发。然后再来一个是你们是那种常常跑来跑去的人，如果你们不是表演工作者，你们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固定待在一个城市，待在一个住所太久，那有可能指的是你常常会去旅行，你可能会常常给自己挑战，就是到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国家住个几个月，在那边年轻的人就是打工度假啦，那其他的比较有生活经验的人可能就是常常去旅行，那你们的旅行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久待的方式，或者是你们常常就是到处喜欢去不同的国家工作，你们找工作可能会往不同的城市，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城市，或者是直接到海外不同的国家去，也不能说定居，就是住在那边一阵子看看的感觉。你们 always on the go， 这是不熟的人，你给不熟人的印象，因为这个女孩子永远都是带着一个包包，她的行囊。你们爱好自由，你们随时准备改变，因为你们喜欢改变，你们没有办法
固定一个模式太久，你们不是那种在同一个公司做20年，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再继续同一个公司做20年，你们不是那种人，所以你们是很喜欢不停的变化，让自己成长，去经历变化，经历不同的文化，让自己一直有所刺激的一群人。因为这边然后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你们可能是喜欢带大包包的人，男生就是喜欢带背包，女生就是喜欢带一个比较大的肩包，让你们可以放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让你们可以随时有一种可以随时住在别人家都不怕没东西，就是包包里都有东西可以让你用的那种感觉，就是随时随地你就是你的家，你走到哪里就是家的那种感觉。然后你随时就是可以拿起行囊就前往一个目的地，可能有一点 spontaneous， 就是有一点随性，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不想被束缚。那我刚刚说太阳牌明星，你们可能真的很就是外貌上就是很帅或很美，这一组牌有比较多的阳性能量，所以就算你是女生，你可能也是属于阳性能量比较强，是愿意去展现自己，去捕捉大家的目光，或者去追寻你喜欢的人或事的一个女孩，好吗？然后你们看起来是别人刚认识你们会觉得你们非常有自信，而且会觉得你们可能学识渊博，很多故事，因为你们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那这张海龟牌就是乌龟牌，就是你们一个是很喜欢水上运动，或者是你们刚我有讲皮肤黝黑嘛，就是因为你们可能常常从事海边水上活动。然后再来是这张代表的是 adventurer， 你们是喜欢冒险的人，你们不害怕，你们喜欢顺着流，喜欢自由，顺着流走 follow the flow， 河流带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冒险的那种感觉。然后非常 trustworthy， 你们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因为这2张牌都有在讲你们是值得信任的人，是乌龟慢慢的，这2张都是缓慢的前进，很稳步，然后很坚强坚硬，然后能够让大家信任。你们因为你们不是 predator， 这2只动物都是被狩猎的，你们不是会去狩猎别人的动物 OK， 所以人家在你就是看到你刚认识你会觉得你不会有那种威胁性，就算你光环很强，但是他们很愿意待在你的身边去想要去认识你，你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有一点点吓人啊，或者是态度有点高冷啊，你们不是那种。然后 Elk 麋鹿也是，这个是阳性能量很强的一张牌。你们虽然喜欢变化，有的人是喜欢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那有的人只是说喜欢可能小小的用一些奢侈品之类的，或者是如果跟物质没关，那就是你很愿意去展现自己的魅力跟才华。你们虽然是有这种比较武功的外放的特质，但是同时你们做事起来是非常脚踏实地，你们可以很 grounded， 很懂得，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愿意不会就是做白日梦，然后就是稳步前进。你们是一个很好的父职辈，就是说稳健可以保护别人。所以一个是你如果是男生，你可能是身材魁梧很壮硕，所以别人还不认识你，一看到你就觉得可以被你保护的感觉。那或者是你的态度是有一种孔武有力有自信，讲话很稳稳的，声音很比较低沉的，让人就是你的气质让人家感觉你可以保护他们。那女生的话，那就是我刚刚讲你阳性能量比较强，所以就算你是女孩子也会让可能阴性能量比较强的男生想要靠近你，或者是让其他的女孩子喜欢跟你做朋友，因为觉得你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在你旁边很有安全感。所以你们是一个值得信任，然后又有才华，然后就是明星啦，你们就是明星啦，然后常常到处跑的一个明星，这是一般人刚认识你对你的感觉，然后常常觉得你到处走，可能今天但是上礼拜不是看到那个谁谁谁还跟他吃饭，怎么下礼拜他就已经跑到英国去了之类的。那有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你们是表演工作者，所以常常要跑来跑去，怎么可能？
然后接下来呢，这边是帮你们抽到代表在人们认识你们之后，比较熟了以后，你们吸引他们的特质是哪一些？首先，真的非常对应你们塔罗2张，一张是 Six of Wands 权杖6，一张是 The World 世界牌。This is really cool, beautiful, strong, powerful energy. 能量太强，你们第二组朋友能量真的很强。好，我先讲，你们是天生的领导者，你们非常的有自信，所以你们自信不只是人刚认识你的时候会感受到这种，因为你们刚抽到太阳牌，你们的自信是真实的自信，是由内而发的，所以在刚认识你之前就已经看到你的自信跟魅力，就是自信才有魅力。认识你之后更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的自信，你是可以当领导人的那种人物，你非常的有眼光远见，然后你不但有领导力，你又很 humble 很谦虚。这张牌 apprentissage 是指apprentice 就是练习生的意思，你永远都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生的练习生的状态，一个身份，你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功，因为你的魅力，你的外在的魅力，或者是你事业上的成功而去显得骄傲，这是你最棒的地方，你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不但有魅力有自信，你还很谦虚，还有空间可以去关怀别人，教导别人，引领别人。好，我一张一张来讲。这张权杖6就是代表领导者，所以一个是你们有自然而然的领导力，然后你非常懂得自己的优点在哪里，你也很会运用你的优势去得到你想要的成功，所以你有一点点像是人生胜利组。有的部分的朋友可能是人生胜利组，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天生就是很懂得去运用自己的才华，就算你不是人生胜利组，你也可以去用很正向的思考跟态度让自己的人生变成胜利组的意思。所以你们这部分，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大部分的人应该事业都已经蛮成功的，就是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在公司已经做到主管的阶级，你是要人家追随你的人。那也有我刚刚有讲，你们是表演工作者，你们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明星，有些人是网红，就是在网络上有一定的成就，有一定的追踪数。你们可能是 YouTuber， 可能是 Instagrammer， 就是大家自行对应。你们是大家众所瞩目的光，就像圣灵之子被老天眷顾的一个人物。你享受人的爱戴，但是同时你也很谦虚，你懂得在成功的背后是大家的辛苦的努力而得来的。那你永远都把自己放在一个学习的角色，去跟别人相处，去面对新的挑战。这张牌世界牌21号，好，我刚刚说6生命灵数6月生或某月6号生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然后21号牌，某些人是21岁上下，某月的21号生，生命灵数3的人会选到这一组。生命灵数3，我重复是因为我希望那个翻译可以听到清楚的中文，不要翻错。好，这张是土星这张是很妙，这张就是木星在狮子座，所以狮子座能量又出现了。那有的人可能上升或太阳狮子，有的人是就是真的木星在狮子。然后这张是土星的能量，然后固定星座的能量，所以你们会给自己压力，就我刚刚讲的，你们好像是应该是很受宠的明星，但是你们不骄傲，不会骄纵，不会大头症，你们给自己很多的压力，让自己要维持着谦虚，维持着就是还是要像一般人一样，不会因为自己的名气或因为自己的外貌或因为自己的事业而让自己忘了初心，忘了自己从哪里来。你们还是很尊重别人，这是你们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是真的很棒的特质。然后再来是 The World 世界牌，你们又是再度代表成功的一个牌，你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你们只要心之所向，你要把你们这一组人只要目的一建立好，
你们就是会努力向前执行，直到成功为止，不会轻言放弃。这是好想认识你们哦，就是又帅又美又有成就，又努力又脚踏实地认真，怎么这么棒？好，然后又有才华，这个蛋就是指才华，也可以代表你们的财富。然后你们的财富是从世界各地而来，这张也代表你们常常旅行。我刚刚有讲了嘛，你们可能真的是表演工作者，或者是其他的工作，然后需要去世界各地旅行，所以你的财富是从世界各地而来。你可能有客户是从世界各地的客户，然后你们可能是做网络生意的，然后你们是 nomad， 也有可能有部分的朋友是 nomad， 你可以到处到哪个国家工作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你的电脑就可以了。然后你们这条蛇代表的是智慧，是转变、蜕变。你们一直在不停的学习，然后一直不停的脱皮，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某些人可能不是天生的美女或帅哥，你们是一直不停的成长，建立自信之后越来越美，越来越帅。这是我读到的一个讯息，所以这就是蛇蜕皮的一个过程。你们可能有些人甚至是小时候是丑小鸭，但是就是一直有一个对自己正向的能量，用知识，用学到的时尚的知识跟其他读书让自己内涵增长的知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吸引人。 OK， 再来是你们有一种性感的魅力，这是我读到的另外一个跟蛇有关的讯息，就是你们引人注目，不但是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你的性感，或者是说刚认识你的时候是感觉到你的阳光的自信态度，但是认识你之后才慢慢感受到你的那种 sensual 那种性感的气质。你的性感气质可能不是随便轻易的拿出来面对别人。 OK， 好，我更正一下，你的性感气质可能是要认识你之后，你比较有熟了，比较可以放松了，你才会有那种跟人家就是 flirting 啊，挑逗的啊，然后用一种比较性感的态度跟别人相处的那种感觉。 The world 也代表说，因为你们常常环游世界各地，所以别人很喜欢听你讲旅行的故事，推荐旅行的地点，或者是从旅行经验学习到任何的知识。其实这所有的牌都是在讲你们是如何的有远见，多么懂得去抛砖引玉，或者是去寻找机会，然后让自己变得很棒的一个人。但是我还是会一一讲嘛。这张 Big Picture Thinking 卯宿星人，这个字好难念， Pleiades 吗？我忘记了。卯宿星 Energy， 卯宿星人能量 Visionary Inspired Ideas， 很有远见，很有观点，然后很有Inspired Ideas， 常常会有可以去激发别人灵感的点子，很有创意的点子。所以你们就是一个，这感觉就像你们的脑海里面很多的星辰，然后一直不停的迸发新的主意、新的点子出来，提供给你的表演的团体，提供给你工作的公司，你的团队之类的。然后这边又有一池水，所以你们真的应该是一群很喜欢水上活动的人。同时你们的点子是可以带来很多的光芒光彩。你们如果是创意工作者，你们的艺术一定是那种让人家觉得看到就是很美、很漂亮、很光鲜亮丽的那种创意。然后你服装设计师啊，那如果你是舞团啊，然后剧团啊，你就是常常会需要，你会有很多的点子，会让你的那个团队创意变得更亮眼，让人家更受到大众的注目的意思。你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晰清澈的头脑，这是我的感觉。然后这就像你们的脑海一直不停的孕育新的点子，砰砰砰砰砰，亮晶晶的点子。然后这一张我要讲，跟这张一起讲，这你们抽到2张都是手的能量，一只左手一只右手。所以第一个讯息是，你们可能很喜欢手做的东西，用手创造事物，木工、DIY， 修建房屋、室内装潢、服装设计师、按摩师也有可能， Reiki 灵气治疗师，
看手相的也是有可能，很多就是关于手跟手有关的。你们如果不是这个行业，你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天分，用手疗愈别人的天分，用手制作东西的天分，好吗？可能是你们很会做甜点，也是有可能。然后这一张 Apprentice， 有的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正在学占星术，你们不学占星术也没有关系，你们可能是很愿意去听别人讲占星的学问，或者是说你不熟的知识，你也很愿意去打开心胸去接受这些知识，就算你不信，你也是会去接受别人去讲述这些知识。OK， 然后这2张，你们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一直不停的探索的一群人。这2张很妙的是16号牌跟43号牌加起来都是7，你们生命灵数7的朋友会选到第2组，某个月16号生的人，某个月4月3号生的人，1月6号生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我不知道会不会有16岁的人在这边，然后43岁上下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你们这张叫 opportunity， 机会之门，你们是很懂得去敲机会之门的人，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们会拿出你的热情，然后不会去害怕或害羞，你们不会因为害羞就不去问，不去给自己找机会，你们不会让任何的理由去停住自己的脚步，去打开机会之门。你们是非常懂得去跟人交涉，去展现自己毛遂自荐的人。7号也代表一种，我想到圣杯七是有一种魔幻般的存在，让人家有点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还会什么，你怎么会的东西这么多，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这种感觉。然后这张叫做 Sacred Boundaries， 神圣的界限。你们这边出现了老虎，狮子老虎，你们的自信就不用再讲，就是你们非常有自信，你们很温和，你们很踏实，人家很容易亲近你，但是你们也非常懂得设立界限，你们不会随便让别人踩在你们身上走，不是说你人好就可以随便对待你，绝对不是。所以你们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深的魅力，就是你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到你的身边，但是同时你也可以让他们马上知道要在哪一些地方尊重到你，然后你也同时会尊重他们 OK。 然后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学武术的或者是有人是有学防身术的朋友。然后这边每次我看到这都会想到那个虎标万金油还是什么的。你们有选择2号牌组有虎标万金油，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反正你们就是如果有人惹到你们，你们也是不会退缩，不会因为说人好就想说啊当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算了，不是，你们是会去抗争你们的界限，抗争让人家知道说哦这边他们做错了，是应该要怎样。好，我们讲到这边，最后呢我们来看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你们。好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耶，因为另外一只手又出现了，你们总共抽到3张手的牌，到底是为什么？2号牌组人，你们可以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吗？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是从事跟手创有关的，或者是跟用手疗愈别人有关的工作？发型师也算吗？可以跟我们讲吗？因为这实在是太神了。这2张是完全同一个意象，还是你们最近有在看手相，去给人家看手相，或者是你是看手相的人？拜托跟我们分享好吗？我真的很好奇。这张牌是33号牌 Promise to love yourself fully， 你要去保证你可以全然的爱自己，这是这一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宇宙给你们这一张，你们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自我怀疑的问题，就算在外可能表现出来很自信，虽然是真正的自信，但是还是会有点累。你们的脆弱可能都是给自己吞，或自己在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感受到那种脆弱，你也不会去跟别人讲。But anyways， 我觉得宇宙是说你真的很棒，你真的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你要先全然的爱自己，之后你才可以去信任别人可以来爱你。手，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灵气治疗师，是认证过的，就是大家介绍的灵气治疗师来帮助你做这个疗愈。那你们可能会看到333的天使数字，或者是1133，时钟1133可能会出现。手对你们这一组有非常大的关键，我真的很好奇。然后这一张是13号，生命灵数4，13也让我想到死神牌。Heal yourself through eternal love and unconditional self-acceptance。哇哦，又是同一个讯息。要怎么样疗愈你自己？要从永恒的爱以及对自己无条件的接受自己，以及永恒的爱来疗愈你自己。你们这组是不是真的有自我怀疑的问题？还是因为你们自我要求太高，常常鞭策自己，然后对自己讲很严格的话，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所以宇宙给你2张卡都在讲这个讯息。Forgiveness will set you free。 我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对不起别人的事。也许没有，我这张卡感觉是宇宙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可能在当时可能有让一些人不开心，但是我觉得那些人可能更没有放在心上。那就算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那也是你们人生的一个功课，一个历程，是对于双方影响到你也影响到对方，但都是对你们很重要的一环课程。所以你要原谅，不管你做了什么或别人对你做了什么，都要去原谅他，之后你才能从这边获得自由。不然你一天到你在外在让别人觉得很有自信，你给自己压力需要领导别人，但是同时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你们真的很棒，你们真的很棒。你们可能需要找一些时间。这边让我想到海草，所以可能真的去把自己泡在水里，泡在湖里，泡在海里，去聆听宇宙的声音，指导灵给你的讯息，让你自己有一种被包围被疗愈的感觉，去感受大自然跟宇宙给你的爱，好吗？因为你是被爱跟照顾的。25号牌7号又出现了，某个月25号生命灵数7的人，刚有讲了7这个数字对你们2号牌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如果有对应到的朋友，也欢迎分享7对你们是有什么意义，好吗？ Everyone in your life is teaching you something。 每一个在你人生出现的人，每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都是来教会你一些东西。这本书叫做 Book of Life， 生命之书。 Are you learning？ 你有在学习吗？我觉得你们在晚上独处的时候，可能会开始思考很多，开始自我反省，开始觉得自己不好。所以这本生命之书把太阳压起来，太阳说这生命之书好重啊，然后或者是太阳在休息，你的光芒，你的自信到了晚上就睡着了，或被压抑了，或需要休息，你的月亮，你的恐惧跟直觉就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宇宙问你说，不要把这些人生碰到的人看得太严重，不管这个人对你的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他们都是来给你上课。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有学到东西吗？如果有学到，那你就不需要有悔恨或遗憾，或者是放得太重，看得太重，因为这都是只是一个课程。那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你就可以把它放下，课程结束就可以毕业了。 OK， 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你们真的是很希望可以认识你们然后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获得通知，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然后你们的按赞订阅都可以帮助这支影片再传达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好吗？也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跟鼓励，非常感谢你们。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都会 po 每周的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一些其他主题的塔罗运势，
然后也欢迎在上面留言跟我说，看你们接下来想要听哪一样主题的读牌。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天青石，我把它放这边。然后首先呢，这张是代表当人们还不太认识你的时候，你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这张是 The Tower 塔牌。另外呢，还有3张神谕卡，也代表了当人们还不是很认识你们的时候，你们有哪些点非常吸引人。好，我把它放这边。首先非常神奇的事情是，连续2张牌都是16号牌，塔牌是16号，这张神谕卡 Protection 也是16号牌，所以某个月16号生生命灵数7的人会选到这一组。另外你们可能在16岁的时候是一个关键的岁数，某一部分的朋友你们自行对应，可能16岁有发生一些事情而导致或者是影响你们，怎么说呢，让你们产生了这些吸引人的地方，这些特点。然后另外这2张卡是土象的能量，2张都是土象，所以这一组牌组的朋友，你们土象能量非常的强，金牛、处女跟摩羯座。另外可能有某部分的朋友是属马，那我们再自行对应一下。首先你们应该会有一种爱好自由的气质，就是在人们还不太认识你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非常的爱好自由，你不太能够去接受别人叫你干什么，你没有办法受到限制，但同时这也是你的一个魅力之一，并且你是比较倾听自己的直觉，你不会去在乎人家对你说什么，人家对你的意见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你非常有自我主见，你很懂得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你用自己的直觉来指引你接下来的步伐应该要怎么走，怎么迈进，没有人能够限制你，你也不喜欢备受控制跟接受指挥，你不喜欢接受指挥，自由来说对你非常的重要，而一般的人可以感受得出来。因为当人们开始有一种态度想要叫你干嘛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你的反应，你的反应是那一种你可能会不回应，那有的朋友可能是直接会用一个比较直接的反应，就是拒绝对方想要对你的控制或者是指挥，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得到你是一个有自我主见的人。那同时你也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你虽然热爱自由，但是对于你想做的事情，你非常的有耐心跟恒心，就像蜘蛛一样，它的蜘蛛网常常会因为自然环境而受到损害，所以时常需要去重建它的蜘蛛网，而你可以非常耐心的像蜘蛛一样，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去重建你的蜘蛛网，为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属于你的家，或者是一个良好连结的人际关系，你会一步一脚印的去连结其他人，连结出一个互联网，而这个互联网是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事业、对你的情感有帮助。你是一个懂得连接人的人，所以就算你爱好自由，但是你也喜欢跟人相处，所以在别人还不是很认识你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外向的人，然后很懂得跟大家聊天，连接不同的人在一起，大家都会围绕着你，你是一个团体的中心。那接下来我要讲这中间，而且你的人际关系交友很广阔，所以你可能一个是三立世界交友很广阔，一个是你可能在网络上交友很广阔。有的人可能是很热衷跟很在行网络游戏，所以你们有很多网络上的朋友连接在一起，你们是很有行动力跟号召力的人。因为这边的这个蜘蛛网的颜色让我感受到你们的朋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的人都有。这是我感受到第3组朋友的能量。那这两个中间16号牌 Protection， 第一个塔牌让我觉得你们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就是不需要去很熟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个性强烈，因为有可能是你可能很有正义感，你可能会大声说话，当事情不公的时候你们会站出来，当你的朋友遭遇不公的时候你会站出来帮他们说话，你不会怕事，你不会躲在后面，因为你有这一张 Protection， 就是保护牌，人们会感受到你的一个保护欲跟保护的力量。第二个是你们抽到塔牌的话，代表你们抽到3号牌组的人，可能一般来说你们算蛮高大蛮高挑，身形很高很壮，就是有一种让人家觉得在你身边可以被保护，但是也由于你有这种保护别人的欲望，有这种正义感，所以你可能会倾向于一开始你们可能进入到一个环境一个场合，你们的态度很强硬或很强烈或很激动，但是你不是说有敌意，你只是你的个性就是这样，你表达情绪的方式是非常直接强劲，就像这个雷打到这个塔上，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你的存在感，然后你的存在感强烈到在那个场合那个环境里面其他人都会被震慑住的感觉。那或者是你在如果有情绪上来发脾气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震慑人心的强烈的能量，那这个反而是一个让别人会受到吸引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很直接，你不做作，然后同时又可以感受到你那种我们可以说放荡不羁，就是热爱自由不受控制的自由的灵魂，但是同时又有一种可以保护人的温暖的力量。但是你的这2张的牌的能量场，你会一直吸引到那种想要被你保护的人，那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因为你有一种激烈的光，像雷电，你也可以是一个lighthouse， 一个光塔，那叫光塔吗？但是你就是很容易会去让想要被保护的人来靠近你，那你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点点的困扰，就是你要一直用你的光去照耀别人，因为光就会吸引黑暗。这是我在这边读到的，然后欢迎大家在留言处分享有没有对应到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在人们跟你比较熟悉之后，你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好，这边是代表当人们开始认识你们之后，你们吸引人的特质是哪一些。首先这边出现了土象的能量以及火象的能量，所以刚刚这边有讲你们土象的能量很强。那这一张牌是钱币4，它是太阳在摩羯座，所以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真的是太阳在摩羯座，或上升摩羯、金星摩羯之类的，或月亮摩羯。这一张是权杖侍者，这张强烈代表了你们的一种外放性、外向性，所以我刚有说你们应该是属于很容易交朋友，也很会连接人群的人，因为你们有一种外向的个性，你们喜欢跟人连接、跟人相处，所以人们在认识你之后会强烈的受到你这种开朗的，常常会发起一些活动的一个个性特质吸引，很有活力。可能有的人很会开 party， 这是我刚刚听到的一个讯息，因为侍者是一个很年轻的能量，所以你们可能是有的人甚至是过动儿，不是所有朋友，但是某一些部分你们很喜欢一直参与活动或发起活动，一直有新的点子，那你身边的人认识你的人都会被你这种活力跟
不断产生的新点子，会受惠于你这种活力跟不断产生的新点子。那同时你还有这种图像的稳定性，所以你是一个非常有这个钱币四也代表了保护欲，同时也代表你是一个很稳定很会存钱，所以你不但有活力，认识你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很可靠，你可能很有投资理财的天分或知识，因为你很懂得投资，很懂得存钱，你可能会一直传达给你身边的人要如何存钱，如何存下第一桶金这种观念，所以他们很喜欢跟你在一起，跟你接触，去学习这些知识，让他们变得财务上变得更稳定更好。那同时这也代表的 possess 保存跟保护，那就像我刚刚这张牌 protection 就是保护的意思，所以你们的保护欲对于你们关心的人，你们的保护欲非常强，你不会想要让他们受到伤害，你也会希望他们跟你一样拥有这种储存财富的能力。同时这2张神谕卡，我先讲这一张，这张叫 Bonheur 快乐，这边就让我跟这张是有一点相同的意思。 Bonheur 快乐代表的是你可以带给别人那种快乐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你的外向的个性，你很活泼，你很会谈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很会发起活动，所以可以让周遭的人感受到这种欢乐，你的欢乐的感觉可以传染给大家。那这边有一只狐狸，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阴性能量的话，这组人阴阳能量都有，还蛮平衡的。如果你是阴性能量的话，你会有一种狐媚的气质，你又开朗又妩媚，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吸引别人的一个特质。那男生的话，你也是会有一种可能就不是狐媚，但是就是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有一种可能眼神很勾人，或者是你们的动态会让人家觉得天哪好帅好有魅力这种感觉。那女生就是很妖娇的一种感觉，就是阴性能量有一种妖娇的感觉。那这张叫 Empathic Starseed， Empathic 就是同理心，你们是非常可以同理别人的星际种子。当然不是说抽到第3副牌组的人都是星际种子，但是你们有一种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的天分，而这个天分非常吸引人。可能你就是因为走入一个环境，你会感受到当下的气氛，或者是在里面的人散发出的能量场，而知道怎么样去配合他们，怎么样去让他们开心，你就会散发你这种活泼外向的能量，去影响，去转变可能本来是一个比较阴暗或悲伤的能量场。Energetic sovereignty, absorbing what's not yours。 但是当你常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太常的同理他人，因为你们是常常跟人相处的人，跟人相聚的人，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过滤掉这些吸收太多不属于你的能量。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做一些仪式或者是活动让自己去独处，你会被这些不属于你的能量影响的太过，而导致压力大，或者是没有办法睡觉，或者是会有一些不是属于你的情绪干扰。所以这张牌是说你的这种同理心，或者是散发高频率或正向能量，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特质。好，那接下来这2张，这张是5号牌，这张是40号牌，所以生命灵数5跟生命灵数4的人可能也会选到这一组。那40岁上下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其实你们也是跟可能好像是第一副牌组有点类似，你们的人们在刚认识你跟认识你之后，你们吸引人的特质其实是非常相符的。这张是 Nourishment while waiting， 你们在等待的时候需要滋养自己，代表的是你们懂得在等待成功、等待成长的这个时候，
你们懂得同时滋养自己，你们很有耐心，你们不会急躁。当然你们是塔牌，有的时候你们的急躁是属于那种比较快速的对于事情的反应，但是当你们是在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想要成功的目标的时候，你们非常懂得，就像这个蜘蛛牌，你们会很有耐心慢慢的织网，然后织了网，捕捉了你的食物，滋养自己，然后让自己壮大，然后织出更大更坚强的网的意思。那这张 Victory 胜利，你们吸引人的点，除了你们的这张有让我想到，你们还有那种钱币皇后、钱币国王的能量，就是会保护别人，不但你会滋养自己，也会滋养别人的一种，让别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你很可靠的这个魅力。那 Victory 就是你有一种王者的气质，就是你一出现，我刚刚有讲，因为你的塔牌的这个能量，以及那个自由奔放的马的能量，让你会走入一个空间，别人就会看到你，你就是会发光。你的这种个性正向的能量就是会吸引别人注意到你，你就是有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而且你只要立下目标，想要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成功的一个特质。有的人可能很会演讲，很会笼络人心，很会激励人心，这是我另外一个看到的讯息。你们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激发人心的演讲者，可能是一个歌手，你很会用话语去影响别人的心情，转向正向的能量，这是我读到的。如果有对应到的话，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不知道有的人会不会是一个讲师或者是老师，那都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说好吗？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宇宙有没有给你有什么讯息跟建议要给你。好，这是宇宙给你们的3个意见，我排列一下哈，17、19跟32。第一张17号牌，17号是一个关键数字，某月的17号生，生命灵数8的人。这张是 Use your power to bring this world love and peace， 运用你的力量跟能力，带给这个世界爱跟和平。这就是对应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你会去感受别人的感受，然后去用你的正能量带给别人正能量的一个很对应的卡牌。你有一个内心的老虎，这个老虎是你的自信，也是你的魅力，也是你的正能量场。你不怕任何的事情，你会为正义站出来，你会用你的老虎去保护你爱的人，你在乎的人。所以这张卡是说，你就继续这样，除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之外，宇宙鼓励你就继续用你的力量去带给这个世界爱跟和平，好吗？因为你是可以做到的。第二张卡19号，某个月19号生，生命灵数1或10的人是关键。Open your heart to the magic around you， 打开你的心房去接受你身边的魔力、魔幻、魔法。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组可能因为土象能量很强，所以你们就算正能量很强，但是同时也很实际。所以这张卡感觉是宇宙在告诉你说，很实际是一个很好的特质，但是同时你也要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魔幻的事情跟事件存在，有魔法的存在，有奇迹的存在。所以你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去感受他们的魔力在哪里。比如说你每天你突然抬头看到星辰，或者是看到流星，或者是像前几天看到超级蓝月，这些都是这个宇宙的魔力。从这边去感受，然后呢，打开你的心 ，open mind， 然后去接受，其实你的身边有很多很奇幻的事情存在，在帮助着你，宇宙在帮助着你。
而你同时也是这个魔力，你也是这个魔法，你本身就是魔法，好吗？这一张32号生命灵数5的人，3月2号生的人可能是关键。好， release the tension, relax your face and shoulders, let it all go, surrender。 你们看到这个女生徜徉在海洋里面或河流里面，很安静沉稳的漂浮着，享受着这种很舒适很放松很平和的氛围，享受。你看刚刚说蓝月，这边就有一个蓝月，这很像现在的月亮，就是蓝月结束以后，现在有一点点这个下弦月的感觉，还是上弦月？OK， 释放你的紧张感，放松你的脸以及肩膀，让一切都随之流逝，臣服在当下。你们因为你们有这个钱币4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让自己发光照亮别人，然后自己承担了很多压力跟责任的一种人。那你在保护别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肩颈酸痛的问题。所以宇宙说，其实这有对应到刚刚我讲的，因为你们会去同理别人嘛，那你如果自己扛太多责任跟别人的情绪，你要记得找时间让自己放松，去做 SPA， 让别人按摩你的脸部你的肩膀，或者是你去游泳都可以，任何让你可以放松全身身心的事情都去做，然后并且让在这个时间里面去臣服在当下，让一切事情让它发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要去抵抗，不要去抵抗，跟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难关。那就算是好事发生，你也要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它，这是你生命的魔幻。没有什么事情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放松以后，你就会懂得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你而发生，不是发生来折磨你的，好吗？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会帮助这支影片传达出去给其他需要的人，以及也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跟鼓励，非常感谢你们。然后也欢迎订阅我的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的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其他主题的塔罗运势。然后呢，也欢迎在我的 Instagram 上留言，建议接下来看你们想要听什么样主题的读牌。我希望在 Instagram 看到更多大家来 follow 来留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